全流程视频攻略。此时正是游戏刚刚开始的第1分钟，悟空呢即将面对他的一生宿敌。人我保住了，经我取到了。俺老孙啥功名不要，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过过逍遥日子。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懂。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又想唬我回去做神仙。我也懂，我不懂的是，你他娘的杀我好子好孙！蠢狗，放肆！还不退下！都记好了，他不是只普通猴子，他是有功的猴子，是封过佛位的猴子。这里除了我，没人配与他单挑。猢狲的猢狲，我本不想与你这个手下败将再战一场。这样吧，一会儿若是你败了，我带你回天庭，他们留在这里铲平花果山。若是我输了，我定然不会罢休，他们照样铲平花果山。哎呀，生灵涂炭呢，好歹也同僚一场，是真不想打。要不你现在就跪下认个错，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如何？这么多年了，除了那只猪头，就属你最会扯淡，最能逗老孙开心。杨兄弟，你放心，待会儿我只拔下你额头上那颗眼睛尝尝鲜，其他2颗先给你留着，我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杀光天庭每一条狗的。这里的，上面的，还有刚刚那条黑的，
溜撒点儿，一起上吧！好了，游戏的第一场战斗啊正式打响，而且呢还是经典战役，悟空呢大战二郎神。这场战斗呢我们是无敌的，并且呢可以随意使用法术，比如这个定身术，效果呢就跟名字一样，可以把敌人定身。再来展示一下第二个法术猴子猴窜，看这个释放动作啊，简直就有一种梦回童年的感觉。而且大家有没有想起那首歌？拔一根猴毛。吹出后腕节啊，应该是这样唱的吧？这个猛男啊，这个音乐的细胞就是这么强大。最后就是铜头铁臂了，看见刚才的效果没？悟空石化了一下，弹反了杨戬的攻击。这一招呢，也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格挡技能了。当然啊，猴哥的技能啊，远不只是如此。目前呢，只是游戏刚开始，后期通过推进剧情，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额外的法术。现在这3个只是让我们熟悉游戏而已。斗战胜佛，你可知这长生不老的佛位，有多少人求而不得？长生不老，3界6道不就毁在这4个字上？好了，2阶段开始了。刚才猴哥踩二郎神的武器的时候是真的帅啊，感觉游客是把那个味儿给做出来了哈。但是呢，有一句该吐槽，就是虽然说是猴哥跟二郎神单挑吧，但是他后面的4大天王，哇，能再有点互动就好了。他们在后面站着跟个爆锤一样哈，就是感觉少点味儿。然后这场战斗吧，因为咱们猴哥本身也是无敌的，所以说我就不过多说细节了哈，我们就一个劲儿的揍他就完事儿了。哎，这里呢，杨戬二郎神开大招了哈。不过这个技能我并不认识，在我的认知里，杨戬他练的功法应该是8九玄功啊，以及这个7十3变。这一招看似是从眼睛里面发射出来的哈，应该是他的天眼神功。不过这个时候也不重要了哈，这个二郎神已经是没有血了。最后我们再召唤一波猴子子孙啊，对他一顿殴打，就可以结束前面的这段剧情了。10亿，闪！小外甥，这就是你说的单挑？天上阳光扎眼的很，有种再和你舅舅去山里会会。
这便是孙悟空的最后一个故事。他一生豪杰，平生最喜自由自在，纵然得了正果金身，却还是受不得天条繁荣，一心想着回来这里与咱共乐天真。谁知他辞了佛位，欢喜还乡。有些人倒是越发放心不下。唉，这块石头啊，在山里出了不知多少世界。我打小听人说，齐天大圣的尸身就藏在里面。他乃天产石猴，本有不生不灭的大神通。纵然不幸身死，但神魂没有完全消散，而是化为了6件灵物，各自逃遁，隐匿世间。这便是大圣6根的传说。可惜数百年来，无人亲眼得见。我老了，走不完这四周茫茫之地，但你们之中，书籍会有天命所归，将他遗下的灵物一一寻遍，待灵物尽数回归花果山之日，或是大圣复生之时。走走，游游游，跟位铜钱做马牛，做人哪儿比做妖好？不怕阎王，命不休。哎，你看，缘到福自有。嘿嘿，大哥，真是有口福啊！指不定是从哪个山头上滚下来的。这桃倒是识趣儿。好个小猢狲儿，敢捉弄你爷爷！今日定叫你知道厉害！好，此时呢，游戏算是正式开始了，可以说是旧神陨落，新神登场。游戏的剧情呢也正式展开了。我们呢将作为天命人，也就是手里操的这个小猴子，准备在前往一遍曾经去西天的道路上，寻找到悟空的6个根器，然后将悟空复活。游戏呢，我是用的手柄操作，所以呢，提示部分会显示手柄按键。而且黑神话有个非常贴心的地方啊，在设置里面可以把按键自由选择扳机攻击或者说是方块攻击。因为我这里已经是更改了按键，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我的技能图标跟你不一样，那是正常的现象。接下来走到这边呢，我们会看到系统的提示按住重攻击，也就是重棍，可以蓄力攻击。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右下角，这个蓄力呢也是我们的主要攻击手段。可以看到左边的长条是我们的棍式条，长按重攻击呢是可以蓄力的。而在这个蓄力条满了之后，旁边的圆点就会亮起，这个圆点就约等于我们的技能条。在后期呢释放一些棍子的技能都需要消耗这个圆点，所以说这个游戏的战斗核心就是我们呢可以靠攻击或者说是蓄力积攒棍子的棍式，然后当棍式满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放一些高输出的招式了。但是现在嘛，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释放简单的普通一击。接下来呢，打完这几个小怪，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游戏的第一个土地庙，也就是魂系玩家所说的篝火。发什么呆？拔根毛来拜一拜。
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在此候你多时。香，真香。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只可惜那场大火哟。后来呀，这禅院又被重建了，可人心若是烧没了，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你不记得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来者不善，小猴子自求多福。这边跟土地对话完后啊，我们获得了一个缩地神符，这个道具使用后可以返回最近的一处土地庙。那因为猛男玩这个黑魂玩多了嘛，所以说呢以后啊，我就用篝火代替土地庙这个词了啊，大家知道是一个东西就可以了。然后这里忘记给大家说了哈，如果是尊贵的豪华版玩家，你可以在篝火处领取到尊贵的百系套装、红葫芦以及一个珍丸。这套装备啊，虽然呢只是比初始送的衣服多几点防御，但是呢肯定是比没有强啊。只能说，尊敬的副哥们儿，你们已经开始无限领先了。那猛男为什么这套装备也有呢？啊，主要是猛男的游戏是游客送的啊，直接是送的豪华版，这个没花钱，嘿嘿。那这样的话，咱们装备换完啊，这个屌丝猴瞬间就上了一个档次啊，变成气质猴了啊，就可以开始出发了。首先呢，我们走到这个桥这边，先不要着急过去，在下面呢是有一个小型的精英怪啊，它这里呢是看守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可以先长按蓄力棍棒一个重攻击，直接是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呢疯狂的轻攻击，追他的抬腿，赶紧是进行一个翻滚。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装备任何技能啊，所以说只能是肉搏啊，你跟我一下啊，我给你一下啊，这个非常的畸形啊，非常的好，他死掉了。击杀掉他，我们获得了一个灵光点，也就是俗称的技能点啊，可以点技能的。旁边的绿光呢，吸收后呢，则会获得灵运，也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金钱啊，就是货币。而且吸收这个绿魂啊，还有一个好处，它就是可以补充你的血瓶，也就是这个葫芦的恢复次数。那么打完这个怪之后，我们从这条河流出来哈，可以捡到一些制作材料。这些材料呢，在后期是可以进行炼丹的，比如说炼制一些加攻击加抗性的丹药。但是呢，这种东西它就跟法环里面那些浆果一样哈，满大街都是。如果全部拾起的话，会非常影响这个视频的整体观看效果。所以我这里就给大家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些制作材料哈，为了整体的观看流畅度，我就不拾取了。当然呢，也并不是真不拾取啊，只是呢我不在视频里面拾取了。后期呢，我会在私底下自己偷摸的刷一些啊。那个至于贵重物品啊，大家放心就行，并不会不捡啊，该拿的都会拿到的。回到游戏当中，我们从河边出来以后啊，可以看到呢有一只非常猥琐的猴子在这里偷偷摸摸的，然后呢一眨眼就不见了啊。这个家伙呢先不用管它，后期呢我们会再次碰到。好了，整个第一个场景啊，我们就基本上探索完了。除了几个狼小怪之外，基本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第一个图呢，主要就是给我们熟悉游戏节奏用的啊。再往前呢，就会碰到游戏中第一个小 boss 了，古护院。这个 boss 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啊，哪怕是没有任何游戏基础的人，基本上死2次也就过了哈。我们呢还是首先蓄力对着 boss 一记重棍，重棍打完接轻棍，注意一下 boss 的抬手，随时准备翻滚啊。当然呢，跟任何魂系或者人王系的游戏一样，你要时刻注意的精力条，不管是我们进行攻击还是翻滚，都是需要消耗这个精力还条的。如果没有精力条，我们就没法做出下一步指令了，就只能挨揍了。比如就像现在看输出了，结果被一记猛男冲撞啊，直接是差点死亡。但是别慌哈，咱们是人民币战士啊，喝1口药等于普通玩家喝2口药，这就是尊贵的豪华版玩家啊，这个自带的红葫芦简直就是太牛逼了哈。许久不用，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既是花果山来的故人，教你一招也无妨。来，
速速把手伸来。写好了，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只需用着手一指，心里默念一声“定”，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你也可喘息片刻。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好了，现在的定身术倒数，打架就会简单一个档次。当然，现在我们的定身术它只能是简单的定身个1-2秒啊。那2秒钟有什么用呢？对吧？哈，你这2秒钟干什么都不行啊。但是一哥可以哈，一哥给我说过，他2秒钟就可以让女朋友得到满足哈，这个非常的强大哈。那么打死完这个 BOSS， 我们再往前面走就可以说是点技能了。打开菜单有一个修行界面，可以随意点技能，并且呢，黑神话悟空它的游戏技能它是可以随时吸点啊，并且是随时免费吸点啊，这个吸点不花钱的，所以你技能你乱点都可以哈，这个无所谓。但是我建议呢，大家呢还是先把这个武器的姿势给点出来。比如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劈棍的识破给点出来，这样我们在使用重攻击的时候就可以带一个识破效果。这个识破还是非常好理解的啊，就是在你轻攻击以后，你按重攻击会化解掉敌人的攻击，自己呢免疫伤害。接下来再次回到游戏，这个场景呢还有最后几只怪，咱们都给清理掉，然后呢可以顺便刷点经验，并且是可以获取到一些材料。然后这里还有几只小蛤蟆，打这个蛤蟆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它们死亡之后它们会自爆自爆呢会产生一片毒雾，最好是打完之后是赶紧躲一下。这里还有最后一只小蛤蟆直接是一个重棍直接就给劈死了。这边的材料我们都拿一拿就可以继续前进了。那这样后面这段内容没有什么实质性，就是一路跑到山顶，这里就给大家稍微的快进一下。好啦，此时呢来到山顶我们在悬崖边上可以看到一个蒲团，这是游戏中的一个收集要素作业后呢，我们可以欣赏一段风景，并且是可以获得一个技能点。像收集要素后面我会单独出一个极速版专门收集的攻略，到时候如果你是一名玩家党，专门找收集要素的话，可以去看我的新攻略。骑上为文景，我们获得了2个技能点，我这里呢就优先把定身术的加伤害给点满，毕竟呢定身术也经常使用。再往前，我们钻入洞里就会碰到新的篝火以及土地爷，我将带领大家完整的探索完苍狼林，并且呢击杀 BOSS 广智、广谋、幽魂、灵虚子以及玻璃格浪。再不知深浅的这么往前硬扛，只怕得吃大苦头。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日后你自会明白。那第2集一开始此时我们是在苍狼林的林外，这时呢土地爷给我们演示了一下变化之术，把我们变成了一只金蝉。黑风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想四处探探的话，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续时间。居然有几个酒坛，中途迷路之处，小神自会暗中提点，放心去吧。这个金蝉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四处无伤看风景，或者说是你有恶趣味的话，可以偷听敌人的对话。前面远处的蓝色大头巨人看见没他也是这个地图的首关 BOSS， 不过呢我们建议呢先不招惹他。那铜头和尚虽从不吃荤，
他若惹到他，怕也是小命难保。再往前走，前面的大门就是第2个 BOSS 广志的战斗房了。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要去打，因为我们等级太低了。最好是呢，先把这个场景的怪给刷一刷啊，把这个等级提高到5级。5级之后呢，我们会解锁第2个棍试点，这样呢，在挑战 BOSS 的话会简单很多。好，走到这边呢，广志就发现我们了，我们的变身时间差不多也就到点了哈。接下来呢，我建议大家逆时针开始啊，往回推图，找一些怪啊，把这个等级稍微的刷一刷。基本上你把这个地图的怪全部都清一遍，差不多也就到5级了。然后这个地图呢，它虽然说场景比较大，但是呢，它贵重物品只有2个啊，一个宝箱加一个人参精。这边的狼妖，咱们直接一个蓄力重劈啊，基本上就是1刀1个，然后这边还有狼剑士，都是一样的。打完这2个怪，我们从山坡上去可以来到一处瀑布，碰到一个相对来说啊比较强力的敌人压香客，还是起手长按重棍蓄力，走到他的面前，直接一记重劈，轻棍持续输出，然后在他攻击的一瞬间，我们可以使用定身术。定身术呢，这里是有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在他攻击的瞬间，我们定身住他，可以造成额外的伤害。那最后的几滴血，我们再接一个重棍啊，直接就会轻松带走了。再往前又一只狼妖啊，我们继续一边走一边蓄力重棍，对着他的屁股直接上来一记猛男重劈啊！不过非常可惜，这游戏竟然是没有菊花痛系统啊，这个严重的削弱了猛男的战斗力哈。你说要是能捅菊花，那哥们儿啊，这个战斗力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哈。那这样的话，咱们往下面走会碰到呢，这边呢会碰到一个花，就是这个花啊，这个花呢它其实是一个人参精啊，它是一个怪，只要是你一拔它，就会出现一个精壮的男人哈。这个时候我们拔一下看一下，好，等他出来的时候，我们赶紧是输出他啊！你看得出来他的肩膀真的是非常精壮哈，一看就是没少奖励自己。那我们是赶紧是对他疯狂输出，猛男重劈加上这个定身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而且这还有一个隐藏机制哈，这个定身术他们对这种人参怪有额外的持续时间哈，这就非常的神奇了哈。这难道是跟他们经常奖励自己有关系啊？难道奖励自己真的是能变持久啊？那这个事情有待商榷哈，有待商榷。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人参怪打死之后我们继续往上面走。这边呢最后还有一个宝箱啊，那这片场景也就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了，都是一些制作材料了。好，就是这里的有一个非常强壮的男人在看守着一个宝箱啊，我们还是长按蓄力，对着他来一记猛男重劈啊！你看哈，这个敌人他的抗性就非常十足，他挨了咱们一记重劈，竟然是没有倒下啊！那面对这种疯狗般进攻的敌人我们最好是就可以使用化解啊，比如说这一下，看见没哈？这个猛男非常轻松的使用出了化解啊！这个猛男就是这么肾功能就是这么强大哈！那这样我们打死他之后，可以开启这个宝箱了。那这个时候就有粉丝提问了哈，猛男我为什么用不出来化解啊？那主要就是你这个奖励自己太多了导致你这个记忆力反应力也就是这个肾源严重下降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真猛男一定要学会隐忍隐忍。那这个场景呢也就没有什么贵重东西了我们就稍微的快进一下把这个地图的小怪都给清掉，然后呢把这个等级刷到5级就可以去打 BOSS 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桥边，会碰到一位狼妖的弓箭手面对这种远程攻击我们可以使用棍花来抵挡，但是要注意棍花呢也是消耗精力条的。那现在呢，我已经是把整个场景的小怪都给刷干净了，并且呢，等级是来到了5级。技能点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是5级之后，它会解锁一个立棍的一个姿势我们呢最好是先把这个立棍给学出来，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可以先去打 BOSS 了。建议呢大家呢先打广志广志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呢打死他之后会解锁一个变身术。又是只猴子。施主不如放下棍棒，也同我学点佛法，如何？打广志，我们可以先起手定身术，狂按轻攻击，先给他一轮猛男输出。开局我们先咬他一大块血，接着看好他的出招。广志的招式基本上都属于2次招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连续躲避2次。而这一招空翻攻击需要我们连续躲避4次。第4下广志劈完就是我们最好的输出时机，然后注意你的棍式条，当满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新学的立棍攻击。接着注意他的后空翻，他只要是后空翻就只要准备起飞了，
赶紧是准备躲避。这个 boss 有2个非常明显的前摇啊，就是前空翻他就是准备4连击啊，他如果后空翻就准备起飞了。最后呢，我们的第2轮定身术马上就要好了，赶紧是把他定身直接带走。那这里说一下这个 boss 相对来说需要注意的2个点啊。第一个点呢，就是他会4连空翻，这个技能伤害非常大，但是呢非常好辨别，只要是看他准备向前空翻，那肯定就是这一招了。我们只需要等到第4下落地之后，直接上去输出就行了。再就是记住，他的大部分招式都是呢攻击2下后收手，比如蓄力冲刺，他是冲过去再冲回来啊2下，然后扔手里的武器是扔出去，然后呢再扔回来也是2下，还有这个转圈攻击，他呢也是转2圈啊，转1圈再转第2圈。大部分他的招式基本上都是有2轮攻击啊，所以一定要记住，躲过他的1次攻击后不要着急出手，再等他第2次攻击结束后，我们再上去输出。那记住这2个点呢，这个 boss 基本上也就没什么难度了。不会就是大王说的那个铁命人。打完广志，我们就获得了新的技能变身，也就是呢变成广志啊，攻击姿态以及招式都跟刚才的广志是一模一样的。变身后的持续时间，你就看我们左下角的黄条，黄条归零呢，变身也就结束了。接下来在广志这边呢，有一个钟可以敲起啊，这个钟呢也会涉及到一个隐藏关卡，我们先敲起这个第1个钟。你这猴儿顽性不改，这下不妙，都知道你闯进来了。这钟声洪亮清朗，惊动了这儿的妖精，再往前走可要万万小心。接下来我们可以回篝火，把这个状态给补充一下，再去打第2个 boss 幽魂，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蓝色大头巨人。不过呢，这里友情提示啊，这个幽魂是比刚才那个广志啊难的不止1倍2倍哈，是非常难打的。如果你觉得实在打不过，你可以呢先直接跳过啊，从他旁边直接绕过去，等后期呢我们等级高了再过来挑战。好了，轮到他了。打幽魂的话，我觉得我比较推荐利棍式啊。幽魂的弱点在于他的大头，而利棍呢正好是可以痛击他的头部。满蓄力的情况下，一记猛男重劈就可以直接打出 BOSS 硬直。但是呢，不要着急猛输出啊，注意自己的精力条。打这个 BOSS 一定要学会控制精力，要给翻滚留出精力，不然他的很多伤害都是可以直接秒杀你的。其实这个 BOSS 啊，就是官方给我们练习完美躲避用的。只要你的肾源够强，这个反应力比较出色，他呢基本上就靠翻滚就可以啊，没什么难度就可以把他给击败。但是猛男说实话，猛男这个反应力哈已经是被你们嫂子给磨干了哈，打他的话还是比较吃力的。但是别慌啊，因为我们刚才是学会了变身，等他扮起来之后，我们直接72变，开启这个狼状态，无懈的攻击他的脸部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站在他的正面哈，疯狂的按轻攻击，他就会呢无限产出这个硬直状态，我们就可以一直连他，一直到这个变身消失。好了，变身消失了，但是他的血量已经是快没有了哈，最后的几滴血啊，稍微的躲下技能，然后呢再给他来一记重棍，差不多了哈，他已经是不行了。好，非常完美，猛男就是这么牛逼啊！那这样我们把他给击败之后啊，可以获得了一下他的技能，他的铁头功技能，但是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灵魂我们是没法拾取的，等后面我们碰到一位葫芦仙人才能拾取这个东西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先不管它，直接继续前进。当然如果你打这个 BOSS 啊，你感觉特别难打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绕过它，从这个洞口直接前进啊。等我们后期等级高了再过来挑战也是可以的。这条路呢我们一直走到头啊，就会来到第3个 BOSS 门前了啊，灵虚子，也就是之前预告片里出现的那个大白狼。走到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哈，前面呢大概是有4、5个狼妖并且有一个弓箭手，我们呢最好是先冲过去把那个弓箭手给他给解决掉哈。这个弓箭手来回的射咱们还是非常讨厌的。
解决掉弓箭手之后啊，剩下的敌人你就可以慢慢的打了，也就不着急了哈。而且这里的敌人呢，他是不可再生的，我记得啊，就是好像是死了之后他们就并不会复活了啊。好，那这边还有最后2只，这一只干掉。好，这最后一只啊，这一只看着就比较强壮了哈。这个好像不是狼妖啊，这个好像不是狼妖哈，长得不像狼。好，可以打死它之后，我们就进入了道观。别出声，小心惊动了那条大狗。后院那厮是黑风怪的道友，自称灵虚子。以你现在的道行，糟了！小子，快逃，还来得及！那么这里我们来到观音禅院的篝火之后，我们可以是从这里把这个装备给升级一下啊。现在呢是解锁了一套新的装备，行者一套。这套装备呢是比我们豪华版的人民币战士套装是要好一点的，我们可以说是知道一下。然后刚才打完2个 BOSS 啊，这个也获得一些技能点哈，我们可以看着加一下，把这个气力上限给加一下，或者说是，把这个狼的变身之后加伤害的技能给加一下啊，这个都可以。你若进了这道门，便回不了头啦。好了，第3个 BOSS 灵虚子啊，这个 BOSS 我说实话哈，没有什么讲的必要。因为咱们刚换了护甲，属性各方面都比较高，你甚至打他呢，不需要什么任何战斗技巧，你就是跟他肉搏啊，没血了喝血，纯肉搏下，基本上你都可以打得过啊。这真不是哥们儿吹牛啊，他是属于那种看起来非常彪悍啊，非常灵敏，但是实际上他实力并不怎么样，而且血皮子尤其薄哈。你看咱们这儿打了一轮，他已经半血已经没了。哦，你看他此时呢已经是变成了红眼状态啊，但是呢又能怎么样呢？啊，他的实力呢就是比较弱的哈，我们就可以说是无限力棍，然后等他过来呢，赶紧去劈他就完事了。那么最后的1/3血，咱们直接化成为狼战士啊。俗话说这个毛多若火嘛，咱们这个火焰状态加持下，让他可以说是更轻松了。那扑过来，我们赶紧是翻滚一下，然后呢继续蓄力重击瞬移过去，接着对他无限输出。在咱们惨无人道的攻击下，基本上2个回合啊他就不行了。这个 BOSS 他就是属于那种啊，他的外表非常唬人，但是他其实呢就是外强中干啊。说实话，我第一次初见他啊，一次就过了啊，真的不吹牛逼啊，一次就过了。小瞧你了，既然结果了他，不妨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若是寻到此物，就算没白来一遭。这个场景里呢，除了刚才捡到的这个宝箱，还有房间里面还有一个金丹。必有金丹增加我们的生命值上限的哈，还有打死完这个 BOSS 之后给我们一个面具，那个面具呢，我觉得用处不大哈，所以说咱们就先不带了。然后呢，这边有篝火，第3个篝火我们可以做一下，补充一下状态。那么现在呢，整个第1个大场景苍狼林已经是被我们探索完了，现在是来到了翠竹林。翠竹林这边下来，我们面前呢会有几个狼小妖啊，还是提前蓄力，一棍子一个把他们给解决掉。最好是优先打这个拿火把的，拿火把的这个呢，他会把周边的敌人给叫过来啊，就是他会起一个警戒的作用。然后打死完这边的敌人之后啊，我们先回头啊，这边呢是有一个小山坡可以进去啊，里面呢会碰到一位非常强壮啊、非常精壮的男人啊，我们的马哥，小马哥。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
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听我一言，这黑熊外强中干，靠不住的，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起死复生，金银财宝都是唬人的，那些个小妖都被骗了。黑风怪好弄把戏，嘴上修真养性，肚里贪婪欺性。我所求之事，不敢托付。虽不知阁下为何来此，但定要多加小心。我此刻心急如焚，需即刻启程，就此别过。这位小马哥啊，他本来是牛魔王的属下，但是因为孙悟空出了事之后啊，牛魔王也受到了波及，所以说呢，这位小马哥呢，他就来就离开了这个火焰山，准备来投靠这个黑熊精嘛哈。然后这边呢，旁边还有一个蒲团，就是这个第一章节的第2个蒲团啊。第一个章节总共是有3个蒲团。好，做完补团又获得一个技能点，那这个技能点呢，我们后面统一再加吧，老是加点也挺麻烦的哈。那这边呢，我们从这边出来啊，一路往前，就会碰到下一个篝火地点了，还会碰到那个葫芦仙人，然后呢，这边周围两侧是有制作材料可以捡的啊，但是我就不捡了，给大家说一下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呢一些制作材料。这里上来亭子这边是有一个宝箱可以拿的，宝箱里面呢都是一些加攻击加防御的一些丹药啊，打 BOSS 的时候呢你可以吃一下。再往前走，我们就会来到下一个篝火了，并且呢篝火有一个敌人压香客，还是老套路，先蓄力准备给他一记猛男重劈，然后呢慢慢的耗他的血量。接下来我们做完篝火，再往前走呢，会碰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NPC 葫芦仙人啊，他会呢给我们葫芦赐福，并且是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功能。凡自然。路上可曾见到那些无主的孤魂？灵韵不散，浮于空中。可惜你的葫芦不中用。我这葫芦又认主，哎呀，对，我有一法，可超度孤魂，归拳反真，与你必有帮助。这才像样，不能装天，却可渡人。荡去痴念，早入轮回。有了这个葫芦点化我们就等于是解锁了妖怪的技能了等后期我们再击杀一些个别的 BOSS 之后，就可以使用他们的技能了。你我无非都是这茫茫天地间的蓬草，能往何处去呢？盛景一宿，以彼存之。你已在路上，又如何能停下脚步？只管任性向前，你我还会再见。那这边呢，跟这个老头的对话都没有什么营养我们就可以先回家篝火，因为刚才是解锁了一个妖怪技能嘛，可以说是装备一下
我们参拜一下篝火。然后呢，刚才我们不是击败了一个那个幽魂嘛哈，可以说是把这个幽魂的魂从这边取一下。篝火这里呢也会多了一个新的选项炼精，就是说可以给这些妖怪技能给升级。它其实这个系统啊，就是类似于人王的妖技系统嘛哈。以后呢有了别的妖技之后，我们还可以在物品栏里面随时更换。除了这个妖怪技能啊，刚才呢还是获得了几个真丸，也就是护符啊，我们可以都是装备一下。一切准备继续啊，我们继续出发往前探索。这里上来呢，我们就会碰到新的物种啊，这种人身蛇面叫做蛇寻丝。这种怪呢，就比刚才碰到的狼小将、狼小妖啊就牛逼多了哈，这个血量明显的就会啊这个厚很多，而且这个伤害也会提升了不少啊。打死它之后，再往这边走呢，会碰到3个骷髅架子啊。这3个骷髅学名叫做古灵寻啊，但是一看就知道，其实就是刚才那条蛇精的骷髅版本啊。非常有意思的是，它其实是外表非常恐怖，但是呢，这个古灵寻啊，它的背景设计其实是一个好人啊。接下来呢，我们从这边出去之后啊，我们先走这个下面的池塘里，在下面的池塘里呢，有一个野外的青蛙 BOSS 可以打。在打 BOSS 之前，我们呢最好是狂按一下锁定。在这片池塘里面呢，不止有个青蛙 BOSS， 还有3只小青蛙。先把这3只小青蛙给它解决，不然的话，等会儿跟 BOSS 打起来啊，避免造成一个人多打人少的情况哈。然后这边呢还有第2只，在远处还有第3只小青蛙啊，最远处那个超大的青蛙就是这个本关的这个 BOSS 了啊，叫做波里个浪哈。那不是他兄弟浪里个浪比较牛逼啊，这个波里个浪还是实力有点味儿的。定身术先给他一套，然后我们呢找准机会使用这个妖怪技能，也就是这个化身技哈，这个铁头功。然后呢一记铁头功下来，他已经是快没血了哈，我们再给他一套输出，然后再给他绿棍，那最后的几滴血呢，我们就可以肆意妄为了啊，随便打了啊。你看打他的话，我们甚至是1瓶药都没有喝。可以说这个 BOSS 他非常的菜哈，非常的菜，一定要记得先把他周围的3个小青蛙给他打掉哈，不然的话被群殴还是有点难度的。然后像现在我们就可以吸收这种的蓝色啊、蓝紫色的这种魂了。而且是打死他之后，我们学会了波里个浪的这个妖怪技能啊。他的这个妖怪技能呢，会吐出一群大舌头来攻击敌人。我觉得是没有这个铁头功好用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走过来，还有碰到一个绿魂。再往前走呢，就会来到一片新的地方啊，一片全是古灵寻的一片树林。这下边你可以看到哈，下边是有几个古灵寻从这边装死的，我们直接下去不用管他们。打这个古灵寻的话，给的魂也少，而且呢还特别麻烦，所以说没必要管他们哈，我们直接走就行。然后走到这边，最好是把这附近的几个这种装死的古灵寻给清掉，因为在这边呢是有一个人参精啊，避免等会儿我们跟人参精单挑的时候，这些怪会醒过来打扰咱们啊。咱们最好是把这边的怪给打一打。这个古灵寻它没法锁定，其实是蛮讨厌的哈，必须等它站起来之后才能锁定。然后这个人参精啊，应该是这个啊，就这个蘑菇头啊，它就是一个人参精，做好战斗准备哈。哎，那这里应该是猛男记错了哈，这个啊，可能是这个昨天又奖励自己了哈，这搞得我这个记忆力有点这个混乱了哈。那不是这个蘑菇头的话，就前面那个蘑菇头。啊，这个场景是有一个人参精的哈，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哎，这竟然记错位置了，那就是这个啊，那就是这附近。那我们先把这个蛇妖给他杀掉，省得他等会儿出来捣乱。好，应该是这一个啊，应该是这个宝塔旁边的，看见没？这有个宝塔啊，这里有一个蘑菇头啊，他就是那个人参精。哦，对了哈，这就对了哈，你看这啊，我就说有一个的哈。那打这个人参精的话，它比较弱这个定身术啊，我们只要是有了定身术，赶紧是定身它就完事了。好，先给他来一套之后，我们再定身，然后疯狂的输出，基本上他就没什么反抗的能力了。好了，东西拿完，这个地图呢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了啊。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本关的首图 BOSS 了。那我们这样这个法力值不是特别够哈，咱们呢先回一下篝火，把状态补完，再去打 BOSS。
好了，状态全满，接下来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快速跑到这个 BOSS 的场地。我们呢就从这边这个桥过来之后啊，然后呢从这个桥这里啊直接跳下去啊，就到了刚才那个打 BOSS 的地方了哈。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绿魂啊，正好是可以你顺便呢吸一下啊，加点这个金钱啊，然后从这边一路跑就到 BOSS 场地了。小僧法名广谋，若是今日死在你手，帮我带句话给师傅：肉眼凡夫，求而不得神仙苦，半荣半枯，几人之事，长生。打广谋开局一定要记得翻滚，它是100%瞬移过来打你的。如果他喷毒，我们可以使用定身术打断，然后呢疯狂对他靠打。他虽然是一个 BOSS， 但是他的韧性并不高，我们可以常用这个立棍式把他给打出硬直。一套定身术出加一套化身技，基本上他就已经半血了啊。总体上啊，这个 BOSS 的难度并不是特别高，他的韧性非常低，而且呢攻击的伤害并不是特别高啊。只要是你不中毒打他的话，就基本上啊没什么难度啊。反正你注意你的毒条啊，如果说你马上中毒了，你就是赶紧开变身啊，正好是把这个毒 buff 给清一下啊。变身后一直贴脸对他输出啊，一直使用轻攻击，就有可能造成这种无限连的情况啊，直接是把他一路连到死。施主如此之爱，与我的师父又如何分别？广谋，广志。小神想起来了，当年怂恿金石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正是他俩。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谁晓得不但没死，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原来这两个 BOSS 就是当初烧唐僧的那两个僧人哈。那这边呢会碰到第2口钟啊，这个钟我们也敲一下，总共是有3口钟啊，还有这第3口钟马上我们下集就会碰到啊，这集的话可能时间来不及了。小神有种不好的预感，钟响之后，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算了算了，你想那么多做甚？现在山里大大小小的妖精都知道你闯进来了，干脆一鼓作气。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点亮了白雾泽的篝火，但是由于时间问题呢，本期呢只能是到这儿，咱们呢下期再见，拜拜。迎来第1章的大结局了。本期接下的 BOSS 有金翅长老、黑风怪、白衣修士以及这头憨憨可爱的黑熊精。那上期的结尾啊，咱们击败广志、广谋两兄弟之后啊，是来到了白雾泽这片新的区域。接下来呢，我们先前往篝火的对面哈，在这边呢是可以捡取到一个血瓶的升级材料的。这个东西呢，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到。再往前，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了哈，马上就会迎来 BOSS 的4大连战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边会听到另外一个猴哥啊传来了呼救声，他呢是被眼前的石灵给困住了哈，我们是赶紧是啊把他给救出来。你小小蛇妖不过尔，蛇胆用来泡酒，倒是清热解毒的佳品。来，小老弟，里面请。先不要管这个猴哥，我们先回头啊，在我们的身后呢是有一个宝箱，然后这个新的猴哥哈，他是一个商人，他可以提升我们的血瓶葫芦的治疗次数啊，以及这个治疗效果。瞧，你这模样，多半也是花果山来的猴子。哼，我见得多了。论辈分，你们都得叫我声祖宗。这边呢，再跟他对话哈，就可以升级我们的血瓶葫芦了。但是咱们是人民币战士啊，这个豪华版送的红葫芦比这个老葫芦要好很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就没有必要升级了哈。然后这边如果钱多的话哈，你还可以买一下葫芦的配件
就是说你装上这个配件之后哈，它可以说是除了加一口血之外，还能缓慢的恢复生命值。另外，我们之前拾取的一些没用的道具啊，可以是从它这边卖掉哈，这样呢可以获取掉一些钱币。下回试试一气猛喝几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前进哈，就会迎来 BOSS 的4大连战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格外注意了。那往前走的话，就会碰到我们的第一个 BOSS 啊，白衣修士。凤兮凤兮，何德之帅！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小师傅，天色已晚，你来我这修身之地大开杀戒，到底是何居心呢？那这个 BOSS 怎么打的哈？咱们可以直接自杀啊！对，是的，你没有听错，咱们直接自杀。如果靠现在的技能打他的话，会非常吃亏啊！而且这个 BOSS 的话，相对来说也比较难。但是呢，咱们可以选择公式打法打他。采用公式打法打他的话，可以说就是有手就行了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自杀啊，回篝火洗一下技能点。好了，自杀完，我们利用篝火的天赋重生，可以进行一个洗脸的操作。洗完技能点，现在咱们总共是有14个点可用哈。那我们呢，现在加点怎么加呢？就主要加这个劈棍这一列哈，把这一列呢最好是都加满。这里我把降王者的技能图放在这儿哈。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这个棍式点啊加到3级，然后呢把这个断金这个技能给加出来哈。因为这个断金它加的伤害非常恐怖哈，打 BOSS 的话也比较好用。那接下来一切准备就绪哈，我们就可以去打 BOSS 了。然后呢，我们走到 BOSS 门口之后啊，先别着急触发战斗，记住我们的公式。开局先磕伟哥啊，伟哥就是这个伏虎丸加攻击力的。然后呢，我们长按重攻击，注意右下角的3个白点，我们要蓄力3段，3段蓄满之后，直接猛男冲速过去，给他一记猛男重击。这一棍子可以说是直接把他打的大移速都要来了哈。然后呢还没有完哈，咱们接着接定身术，再给他一套输出，这样一套公式下来，他已经是一半血没有了。但是呢公式啊远不止如此，接下来呢我们再找机会放铁头功，但是呢没有铁到哈，那就有点尴尬了哈。不过也别慌，此时我们的棍式条又要满了，再来一个蓄力重攻击啊，就可以轻松带走他的1阶段了啊。没错，这个 BOSS 是有2阶段的。相比，便怪不得小生现出本相。接下来2阶段哈，那2阶段有没有公式啊？2阶段来说相对就比较困难了哈。首先呢，我们需要先肉搏扛到定身术的 CD 好。肉搏期间哈，我只能给各位说啊，各凭本事了，看自己操作了。等定身术好了，我们直接定身，然后呢别着急输出，我们蓄力棒子哈，3段蓄满，直接一棒又是1/3的血量。那最后的血量呢，就可以开启了变身术哈，把它直接带走就行了。讲道理啊，这套公式打法起码能直接爆杀 BOSS 的2/3的血量哈。那最后的1/3呢，我只能说大家各凭本事了哈。如果实在打不过，那我也没招了。且慢，是大哥要我来此做个内应，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守着后山要道。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观音禅院是烧没了，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贪根不拔，无数常在。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忘了最好。
旁人念念不忘的，也是你所求的。中。自那黑风怪回来后，山里便立起了3口红钟，却不许旁人靠近。莫非那3口钟在当年的火烧禅院里了？此人所言不像假话，小猴子，你可暗自留下。听完土地爷的对话，我们就可以敲起第3口钟了。前2集呢，我们已经是敲醒另外2口钟了。那3个钟头敲起之后，我们就会解锁第1关的隐藏关卡。好，随着场景切换，咱们是来到了旧观音禅院。这个禅院里面呢，隐藏着另外一个隐藏 BOSS 金池长老。金池长老呢，相对来说，我感觉是比刚才的白衣修士要弱一些的啊。当然呢，也可以套用公式打法啊。这边做完火之后，我们可以从这边呢把这个武器给升一下啊，可以升级武器了。另外呢，还解锁了一套新的战袍，这个锦鳞战袍。这套装备呢，不建议大家制作哈，因为马上哈，我们打完金石长老之后，就会解锁一套新的装备。接下来呢，在这个场地还有3个宝箱，我们开完就可以去打 BOSS 了。阿弥陀佛，那3口红钟终于响了。徒儿们，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给我带新宝贝了。我看不见样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莫非是你？你回来了！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快还给我！那打这个 BOSS 呢，他开局是100%盘云掌的，我们直接是定身术打断他的技能，然后一套轻盾直接是把他给打碎。接着不要等他喘息的机会，再接铁头功，趁着他趴下再上去再接一套猛男连击。那这样2套下来哈，基本上我们的棍式条就快满了。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合适的输出机会啊，直接是3段棍式猛男重劈。这样一套下来，他就是半血就没有了，基本上也要进入2阶段了。2阶段的金石长老他会飞起来，并且呢自身是无敌状态，然后呢他的周围会产生一些这个小僧人啊，我们不要把这些小僧人靠近他，这些小僧人呢会恢复他的血量啊，但是呢这个有个麻烦的点就是这些敌人他是没法锁定的，只能是靠我们平砍，我们呢就是能打多少个就打多少个吧，尽量是别让他恢复血量。好，他的闲置时间结束了哈，接下来呢2阶段还是老套路，定身术，然后呢上去找机会输出。一套输出下来，咱们的棍式又要满了啊，又可以接猛男重劈了哈。那其实打这个 BOSS 它没什么难的，其实这个 BOSS 相对来说要比那个白衣要简单很多哈。而且说白了，它其实就是那个幽魂的换皮怪啊，只要是你熟悉了幽魂的招式，打它也就没什么难的了。所以说这个 BOSS 啊，我也就不重点讲解了哈，基本上你打上1-2次也就熟悉了。
今年270岁，空撑了几百件袈裟，怎么得有他这一件？不！广志、广谋，那袈裟我不要了，不要了！你们别烧，都别烧了！打完金翅长老，我们获得了一个避火罩。这个避火罩呢，它是一个法宝道具，后面我们打 BOSS 的时候会用到。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你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了。哎，缘起缘落，只因多看一眼。天色不早。赶紧上山吧！接下来呢，继续前进，前方呢有第3个 BOSS 黑风大王在等待着我们。这条山洞是正确的路，但是这里面呢非常黑哈，它主要是这个游戏的问题，不是我设置的问题啊。它这个游戏就是很怎么说呢？它部分场景就是特别黑。那个色路的同学啊，那就没办法了哈，只能是大家这个适应一下了。从这条隧道出来之后啊，面前呢是有一个狼妖，我们可以说是长按蓄力先把它给击倒，然后把这个狼妖给它打败之后啊，在外面呢是可以找到第一章的第3个铺台。当然，在这个桌子上还有一个宝箱，太乙紫金丹啊，增加法力上限的。那这样第一章的3个铺台，咱们就全部都给收集全了。继续往前就是黑风大王的山洞了。那趁着现在没事哈，咱们就是扯点蛋哈。那可能很多粉丝会疑惑啊，青云哥哥怎么这么正经了？这还是猛男吗？哈，为什么这么一本正经的解说了哈？那主要是猛男觉得哈，这个游戏的第一天，咱们就是认认真真的好好的解说一下啊。那随后咱们再怎么是搞笑就怎么搞笑啊。这主要是第一天咱们必须要正正经经的当一个猛男。好，接下来前面黑暗之中还有一个敌人，看见没哈？我们还是长按蓄力冲过去呢，给他一记重锤，然后呢，趁他没有反应起来，赶紧是一套连招直接轻松带走。走到这边就可以看到篝火的提示了，但是篝火旁边呢还是有2个敌人哈我们还是从这边蓄力。然后这边呢，最好是我们3段直接蓄力，然后等这2个怪等这2个怪走到一块儿，等他们走到一块儿的时候，我们直接一击猛男重劈，只带走了1个，这蛮讨厌的。不过还有定身术再定身另外1个。好了，终于打完了，接下来是第3个 BOSS 了，黑风大王。黑风大王怎么打呢？他呢其实也是有公式的，而且套用后呢跟这个白衣一样简单特别简单。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看 CG 看完之后呢直接送死。500年了，我重建了观音禅院。规模比之前的更大，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化为孤魂野鬼，在这黑风山间游荡，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
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找上。好了，这边看 BOSS 装逼完了，咱们直接是原地死就行了啊，不然的话这个公式不好套路。OK， 这次复活给大家说一下公式啊。首先呢，我们不需要吃伟哥，咱们的伤害是足够的。还是呢，先3段蓄力，蓄满之后直接是冲上去，猛男重劈。活着不好吗？劈完以后，接下来它是100%要雾化，我们直接使用飞天术打断，然后呢，赶紧是轻攻击打几下，再接铁头功。那这样一套公式下来，它已经是没的1/3血了，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肉搏到它半血，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啊，就一个小目标，把它呢耗到半血以下。当它半血之后，它会变身成一个光球，此时呢，我们就会进入下一套公式了。好，半血以下呢，它已经开始变成光球了。我们呢也赶紧变身，变完身之后什么都不需要操作啊，原地站着，等它攻击你2下之后，它会解除变身，并且呢会刷新在这个场景的中间啊。我们呢此时只需要重攻击啊，给它连续2个突刺，再打上一段伤害。那现在呢，我们就靠这个变身，你能打多少血就打多少血哈，这个打不了多少血也无所谓，因为咱们的定身术什么的都快好了。好，此时呢，咱们变身也结束了哈，2套公式下来，他已经是没血了吧？剩下的血量，你等定身术一好，直接是给他一套，不就拿下了？简不简单啊？你想猛男这么一个肾源不足的男人啊，用这套公式都可以说是把他给轻松给击杀掉。那别说是你们了，我觉得你们反应力肯定是比我强的。但是我怎么感觉突然开始不对劲了？怎么情况这么焦灼起来了？他这最后一点血怎么就是死不掉？这就有点焦灼了哈啊！但是别慌，咱们的定身术马上就要好了啊！把这个血量给补充一下，最后一个定身术，然后给他来上几下，把这个棍式给击练满，最后一记猛男重劈可以把他给直接带走了。猛男重劈，有点本事，有种跟我来山顶会会！他这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实则不难掌握。这黑风怪学艺不精，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正好小老儿收下来用。好，此时我们学会了刚才那个黑风怪的技能啊，巨型散气。这个技能可以说是一个神器啊，释放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属于是一个无敌状态的。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就直接是这样一放啊，就往前一个突进，然后呢召唤一个分身，我们自身是变成一个虚影状态。这个虚影状态下，你可以说是吃药干什么的都非常方便，而且呢它可以躲敌人的技能。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场景里面啊，有一个金色的一个材料啊，在那个角落里面。3冬虫啊，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个是升级我们葫芦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了哈，去下个场景，还剩最后一个 BOSS 啊，本关的这个第1章的最终 BOSS 黑熊精。好了，从篝火这边呢补充完状态，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别这个冲得太前。前面呢会有很多的弓箭手，我们最好是先把这个怪给引过来，然后呢一个定身术，再对他一套输出把他给直接带走。接着继续往前，走到这个石头附近，我们需要停一下啊，可以使用一下这个棍花，把这个弓箭手的弓箭给挡一下。等他射完之后，我们赶紧冲过去啊，再接一个猛男啊，这个没有跳出来啊，猛男攻击把他给击杀掉。旁边还有一个弓箭手，不过这个弓箭手这个眼神没打好哈，没有发现咱们。再往前走，前面就比较凶险了，可能就需要用到我们新学的技能了。那这样，哎，这边有一个怪先跑过来了啊，我们等会儿先把这个怪先给他杀掉。
等会儿啊，在这个怪的后面哈，大概得有10多个弓箭手。如果说是你走正面的话，会非常难打。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利用刚才的这个雾化技能，我们直接是冲到那个山顶，然后再从山顶往回推啊，懂我意思吧？就是咱们冲过去之后再往回推。我们走过来，直接是开雾化，这样是免于物理攻击的。秦药师莫忘了刚学的法术。因为这个雾化我们还没有升级，所以说持续时间比较短，但是就算是消失了也不要慌啊，咱们就是赶紧往前面冲，这边敌人就先不管，直接是一路冲到山顶的篝火处，我们就安全了。大王有令，杀了有赏。好了，这一场逃逸可以说是惊心动魄。那我们这样就等于说是绕到这些敌人的身后了，我们再返回去推他们就比较简单了。直接蓄力，然后一个猛男跳跃加猛男重劈哈，这个弓箭手基本上就是2下就可以解决。然后下面的狼小将也是一样哈，没有这个弓箭手的威胁，他们基本上就是不足为惧了。这下面也是一个弓箭手加2个狼小将的组合啊，我们优先杀这个弓箭手，弓箭手就比较烦，虽然伤害不高，但是老打断你。再往下走，来到这个亭子之处，可以获得一个9转金丹，增加我们的气力上限。空气拿完，继续呢给长棍蓄力，前面呢还是有敌人的，一个猛男重劈把这个弓箭手给带走，然后再跟这个敌人1对1单挑啊！这里你放心就行啊，它这个游戏是有空气墙的，它这个空气墙我一开始觉得非常恶心啊，但是后面我又觉得这空气墙还非常好啊，能保护你不掉下去啊。然后这边呢，这边要注意哈，这边有个犀牛精啊，这还有一个弓箭手，先把这个弓箭手给它解决掉。这个犀牛精呢，我们最好是就不吝啬技能啊，把能里的技能全部都给交了，因为旁边好多弓箭手会射你哈。那这样咱们就是先冲过来，先一个定身术，再给他来上一套，然后定身术打完，我们再接这个妖怪技能，最后一下再用猛男重击给收尾，好，非常漂亮哈。接下来呢，我们再往这个房顶处面走啊，找机会开个化形，然后从这边房顶这边过去，下面呢是有一个宝箱可以拿到的。拿完这个宝箱，咱们就可以开溜了啊，去打最终 BOSS 了。好了，打黑熊精呢，需要我们呢先准备一下装备啊。现在是基础的一套青铜套装，这套装备呢，我们现在的材料是没法一次性完全做好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先把手臂给做出来。青铜手臂是加抗火属性的，而且本关的黑熊精它又是火属性，并且呢还有个词条，触发瞬击后可以打出轻棍的终结式。然后这个瞬击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定身术里面的技能啊，就是在敌人攻击时发动定身术啊，就是瞬击。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技能给学了，然后呢穿戴刚才的青铜手臂。头盔再换成白面具，这样呢咱们就算是搭配好了，就可以去打 BOSS 了。那家伙曾经对我说：“眼不见心不乱，寻常修为，入一切相，破一切相，方得自在。”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不也疯了吗？那么打黑熊精最好呢，我们也套用一下公式啊，我们先自杀，因为还有一个伟哥咱们还没有吃啊，如果不套用公式，感觉不沾光啊。好，我已经自杀完毕了哈，这次回来呢，我们还是先磕伟哥。然后是老套路，蓄力3段，直接是猛男重劈，再接铁头功。这个一阶段的公式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先给他来一套再说。
先冲过去猛男重劈，接着呢他没有反应过来，赶紧是一套输出加铁头功。但是这一套下来明显就伤害不怎么地哈，这也没办法，这已经是关底 BOSS 了，血量肯定是要比别的 BOSS 要高的哈，这没法比。那这个 BOSS 我们就只能是慢慢磨它了。其实它的攻击欲望并不是特别高，目前来说啊，在2阶段来说攻击欲望就比较高了。当然有一个打法哈，我推荐大家，就是我们可以先远离它。然后呢，等到一定的安全距离之后，我们长按蓄力3个阶段再跟他换血。因为这个 BOSS 它虽然说是皮厚，但是它属于熊瞎子，它会到处乱跑。我们呢就可以趁他不在身边的时候，一直给棒子蓄力，然后呢蓄力满之后上去直接是可以打大量的输出。接下来我们再给他一套定身术啊，他的血量已经是过半了。当这个黑猩猩过半之后，他也会开启2阶段。他2阶段呢是满屏幕的火焰，我们就可以使用之前获得的那个避火衣了啊，就可以免疫火焰伤害的。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避火衣给穿上啊，这个火焰伤害就伤害不到我们了。然后他2阶段之后他也会化形了，他化形的话，他这个技能非常难躲哈，需要看时机的。我建议大家呢，我们也变身，就是跟打这个，就让他打你呗，反正你变身之后你这个血量非常多，他也打不死你。好了，等他变身结束，咱们再上去给他肉搏哈。这个 BOSS 我说句实话哈，我套肉弓是没把他给套死哈，因为他这个血皮太厚了哈，他是需要一定基础的。我说句实话，那他最后的1/3的血啊，我们就慢慢的磨呗啊，也没什么别的特别好的方法啊。但是等后面我研究出别的方法之后，我会再给大家说的。但是实话实说，这个 BOSS 我觉得并不难，因为我就打了几遍就过了啊。我说句实话啊，我就打了几遍啊。以猛男的这个天赋来说，我打几遍的话，可能你们打个2-3遍就过了。好，但是最后的几滴血咱们就不扯淡了啊，争取是把它给一套给带走。这个定身术最好是等他攻击的时候我们再释放，他不攻击咱们就不交。好，最后的几滴血了，准备攻击了，赶紧定身，定身术之后再猛男输出。OK， 成功击杀。好了，打的并不是特别好看，因为猛男也是拿到这个游戏没多久，也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练习啊，咱们主要是以通关为主嘛啊，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哈。那这样咱们看一下最后的剧情，第1章也就结束了。今日本大王先不与你纠缠，此番不同往昔，无人与你助力。待我取走这宝贝，哪里不能重建宝刹？大圣，不小声，小圣饶命，小圣饶命！我也是被那天庭胁迫，若非身不由己，好端端的，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啊？牛怪说的倒不假，借再多的胆子，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这幕后指使定然另有其人。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只好高高供在上面，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若小圣饶我这一次，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重戴金箍，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别听他掰扯，小猴子，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
再卷起千般缘，色与空，弹指间，轮回路，若万次劫，求不得，闭上眼，一生功名忙如烟，浮沉落花断不绝，涅槃究竟寻常事，有情处不远。口中念，心中言，现世报却方便。修行路，无名尽，幡动时莫等闲。一生功名情如烟，最后人我在少年。最是萤火情失眠，看真知看见。师父，徒弟还是想不明白，出家人尘缘已断，心海尽干，长老他为何偏偏放不下一件衣裳？若不披上这件衣裳，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心海尽干？千重水，万重山，过了黑风第一关。红钟响，狼蛇藏，烈火熊熊，双目盲。小妖打得费劲，大怪更是仓皇。如此笨拙痴蠢，如何见得真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是谁？我看不到。单与螳螂倒是遍地乱跑。好了，至此呢，黑神话悟空的第一章也就完结了哈。然后明天呢，我会把这个第二章争取把这个第二章给打出来。咱们呢，下期再见，拜拜。